大家好，我是台湾植物学艺术协会的创办人，我叫陈安吉，你们可以叫我 Amy 陈。感谢主办单位给我的机会，让我来跟大家介绍台湾植物学艺术协会在做些什么。我们的名称叫台湾植物学艺术协会，指的是植物科学，它以艺术的方式来做呈现，它是科学跟艺术交融一个交汇的火花吧，应该这样说。很多人还是会说科学是非常的左脑，是理性的，可是艺术是感性的，它是右脑，好像必须二择一。如何把它融合或者是交汇，这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我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位创作者，创作的内容很多都是对植物的研究，再把它创作跟呈现出来。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艺术家，跟我创办这一个协会呢有很大的关系，是因为我自己在国外参展的时候呢，我发现其他国家都有一个植物学艺术家的组织啊，可能是什么样的协会、什么样的社群，或是什么样的俱乐部。可是呢，在台湾却偏偏没有。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觉得这么孤单吗？这个东西应该很多人喜欢吧？可是我们台湾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组织跟机构，所以呢，我才在内政部里面登记创办这个组织，也不能空空的没有人吧，或者是很少的人，好，这也不对。所以从2000年开始致力于在植物学艺术上面的教学。植物学艺术在台湾非常的小众，或甚至鲜为人知，或者是大家甚至对于它的定义都不是很清楚的状况底下，根据我自己的创作，还有在国外参展、交流等等的经验呢，编制课程、编制课纲。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facilitator， 是一个老师，也是一个教练。那当然同时间，组织的创立是要有序、有纪律的发展。在这几年的运营下来，小有成果。这个成果不只是我自己的，我们协会所有的会员都在这里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里，我是一个运营者，也是一个策展人，负责将大家的成果做美美的展现，包括今天的活动也是其中之一。要问大家的东西是画植物跟植物学艺术有什么不一样？好，那我们来看这3张图，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展现哦。这里面有哪几张图是所谓的植物艺术？就是第2张跟第3张。第1张呢，我们叫做画植物，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画什么吗？隐约看得出来是在画玫瑰，红色的玫瑰，然后插在花盆里面。可是呢，它不是植物学艺术，因为呢，你隐约看得出它是玫瑰花，可是对于它的细节长相，比如说它的叶子，然后它的枝干比例呀、等等的，不是那么精确，有点模糊，但是它很美，展现了光影。那我们来看植物学艺术又有什么不同呢？在第2张图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看到，也是玫瑰，粉红色的玫瑰，它的叶梗出来之后是单数的复叶，叶缘有锯齿状，这个是玫瑰或是蔷薇科的一个特征，还有整体的结构。那我们看最右边那张图，它又有更多的讯息。它除了花之外，它也有果，它把它授粉的结构做一个解剖，很清楚看到它的雄蕊跟雌蕊，还有它脂肪内部的结构。这些结构对于它授粉的方式、授粉的媒介，甚至是它生长的栖息地等等的，都有很大的关系，都有许多的讯息在这里面。所以呢，在第2张跟第3张图也很漂亮，除了美之外，它还提供了更多科学相关的讯息。所以第2张跟第3张才是所谓的植物学艺术。所以在这里面奠定了我们这个协会的所有的艺术家创作方向，除了会拿画笔之外，我们要懂得做研究。讲植物学艺术，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远从西元前就开始，但是在怎么盛行呢？是在文艺复兴时代之后。文艺复兴到现在呢，大概是400-500年的时间。这个500年里面，植物学艺术呢，跟科学、跟学术研究好像是比较有紧密的关系。一些人会觉得植物学艺术好像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你都是做这样的表现，你并不能去表达当代人文的议题，因为你表达的好像是自然环境，譬如说情绪啊、生活方式，甚至是你的居住环境、建筑啊，尤其是当代艺术里面有很多是在讲艺术家的心情。
他的情绪等等的，你这里面看不出情绪啊。可是我必须说错，植物学艺术在当代在人文的关怀上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我举这一个例子哦，这个例子呢是我的作品亚马逊雨林的植物。譬如说这个植物这一系列的画作对台湾人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台湾人不太了解亚马逊，你常常听然后亚马逊雨林是什么？好像是我们的地球之肺，就这样子而已了，没有了，没有更多的了解了。在这几幅图里面告诉你，这些植物有学名，但是连中文名字都没有，你连看都没看过，你连想都没想过。譬如说，在第一幅，它的花是直接长在枝干上面的，长得好像辣椒。可是那是它的花，然后第二个，你说哈，这是什么花啊？感觉它好像一个火柱一样，这是什么植物啊？然后在第三个，这个花怎么长跟奶嘴一样，对不对？很像奶嘴，对不对？这些呢，其实都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因为亚马逊雨林的破坏是当代的议题。所以我透过绘画的方式，让远在另外一边的台湾人知道，去好奇亚马逊雨林是什么，让亚马逊雨林的概念在你的脑子里面具体化。一旦具体化出来，你会关心它。也趁着这个机会来告诉大家说，亚马逊雨林的破坏到今天有多么的严重，地球之肺的功能正在下降当中，亚马逊雨林的排碳量已经超过它的吸碳量了。虽然我们好像离它很远，跟我们关系不大，说实在的，它再继续被破坏下去，所有的人类都在慢性窒息当中。透过画作传达了当今在生态上面，在极端气候上面非常重要的议题。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是一个日本人的画作。大家知道日本311海啸，海啸一冲过来，满目疮痍，什么东西都不生，所有东西都被卷得光光的。但是呢，经过了10多年的休养生息，那块被海啸所蹂躏过的土地呢，开始有了生机，开始重新长满了植物。所以这个日本的植物学艺术家，他画的就是因为苏拉米海啸席卷过后的土地重新长出来的植物的样貌。所以再大的伤痛都会有复原的一天。自然界透过植物的重新生长、休养生息得到了复原，对于海啸之后人心的伤痛，其实也有抚慰的作用。这个也是当代的植物学艺术你可以发挥到的功能。我们身为当代的植物学艺术家，创作里面其实是可以表达出你的关怀。这些植物为什么能够在海啸蹂躏过后的土地这么快的生长，其实有它的特性在，值得研究。你们植物学艺术协会感觉起来好像是一个同好会，我们不只是同好会，我们有核心能力，对于绘画的纪律、过程、目标、你的关怀如何去表现等等的，这些都是所谓的专业能力。在这些能力之下，我们要培养的也是有自主创作能力的艺术家，这个是我们的强项。植物学艺术在我们协会创立之前，没有当代植物学艺术展，纯当代的植物学艺术展是我们协会开始举办。从2022年开始，不管是成果展，不管是年展，或者是国际展等等的策展的这个核心能力在我们协会里面。那另外呢，国际交流还有一些产业的趋势，这一个部分的应用跟拓展，我们协会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掌握的最多。我们有最多的资源、最多的人脉、最多的脉络，提供大家做发展。我们不是一群松散的同好会，我们是有很实质的东西在协会里面的。我们做了大量的教学，看到影片或者是在座的各位，如果有兴趣，也是可以找我们。包括了教学，我们也有公益的部分，譬如说我们会在偏乡学校做一些教学，也有同时很好请我们去做舒压、
的一些绘画，所以我们协会也一直不停的在培养师资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师资。OK， 那另外参展跟策展，我们也接受展场的外包，比如说之前有建设公司，他希望我们去帮他策一个植物学艺术展，这一个建案它非常的生态，然后或者是它临近公园、临近植物园等等的，像这一些合作也都是我们的运营内容，图像授权。那在今天这个活动里面，我们跟中略国际就是以图像授权的方式来进行合作。我们鼓励有兴趣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我想要被更多人看见，或者是以更多的形式被看见 ，IP 图像授权就是我们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说有一些什么公司行号的礼盒，想要需要用我们的图像，我们也会很乐意做一些授权的配合。另外呢，是出版品、插画等等的这些诉求有需求的话，在植物学艺术方面，我相信我们协会的人才是最多的。我相信有这一些的机会，也会让协会里面有兴趣往这个发展的艺术家有更多的方式选择，能够去展现他的才华。最后我要讲的是，我们协会连结了在这个领域里面不同的角色，包括了爱好者，他不一定画，但他喜欢看，还有一些创作者，然后或者是一些厂商或一些需求者等等的，意思就是我们把它串联起来，这样子互通有无。我最想说的事情是，所有的串联，所有的价值都是以爱好跟热情为基础，所以在协会里面，我们想要集结的是对植物学艺术或对植物或对植物的研究，或对于生态的表达，或者是对于生物、对自然表现有兴趣的艺术家呢，在自己的爱好，然后拥有这个热情，长时间的去酝酿，长时间的去发挥，这个是我们的出发点。那后面呢，不管是价值或是连结，我相信都是水到渠成的。勉励各位，就是千万不要忘记了自己的爱好、热情是从哪里来的。理若芬芳，蝴蝶自来，这一项就是我们协会运作的心态和心理，这样子。看到影片的大家，我们是在2月8号跟2月9号的松烟4号仓库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准备了拍照墙，美美的拍照墙给大家，然后有赠送小卡片，如果你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 ，OK， 然后我们有珍贵的版画，这些版画非常漂亮，然后你可以以很亲民的价格呢，可以带回去布置你的家里，布置你的办公室等等的。我们还有很漂亮，我们这是反应非常好的悠游卡的套卡，非常漂亮，送礼自用2相宜。那这些都是我们有很好的图像，这就是 IP 图像授权很典型的代表。那我们也经过很美丽的设计，让你的悠游卡与众不同哦。对了，我们还有一个买植物画植物的体验活动。我们的摊位其实就是一个小小艺术产业的缩影。你可以看到我们有真的植物，你去画完之后挂上去变成艺术品，艺术品同时间也可以变成出版品，也同时间可以变成什么衍生商品。所以各位来体验一下，你想要在艺术产业里面站在哪一个定位，或者是哪几个定位，所以欢迎大家来体验。那另外当然出版品非常 informative， 我们协会推荐的书籍也欢迎各位来。千万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Annie Botanical Art， 这里面呢有许多画作的赏析，对于不同学习程度的学员，或者是说我想进入有点不太敢进入的，我们都有许多经验的分享，里面还有很多包括我自己还有其他艺术家画作的欣赏，你怎么样看这幅植物学艺术作品，麻烦订阅咯。好，那我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